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。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秦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、节度长书记张师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吗？认识。老爹，这么汉子也不是办法，我给他对两本马蹄经试试。二郎，这是一镇节帅的原文，不可孟浪胡闹。两位哥哥，请啊！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哥哥。小弟听说，面节如面君，天子荆节当面，三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。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的，而太尉和令公，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，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荆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长这个东西。你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老爹，老爹，有追兵，听题声，至少一个队。单长大，走。
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，回京复命，速开城门。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、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！赵弘殷，末将在。你办的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！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。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卫亲军司听命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是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你若再不行阙善礼，我便自己摘下了。好。你呆站着作甚，还不过来帮帮我？好。你这官确实有些分量。官人难道没有什么话要与妾身说吗？只怕我说的话有些不中听。妾身听着。再过几日，我便要随军出征了。妾身知道，阿爹和阿兄也要去。官人想去吗？想。大喜之日，本不该提这些杀伐之事。可是我担心今日不说，妾身知道，
官人说的是真心话。官家要北伐燕云了，阿爹总是担心，可阿兄很欢喜，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？燕云之耻，刻骨铭心。大好儿郎谁无一分？官人可知，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？那自然是粮秣、给养、兵马。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，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。这第一桩要紧事，是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。如今的世道，咱们做女子的，是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。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，自家头顶上绿油油的，便最好活着回来见我。这第二桩要紧事，是阿娘说的。岳母大人有何吩咐？阿娘说，趁着你和舅舅整顿行装还要些时日，抓着你为赵家留个后。公元942年，石重贵即位后，拒绝向契丹称臣，引发了与契丹之间的3场大战。公元946年第3次战争中，主帅杜重威暗通契丹，携20万大军临阵倒戈，使后晋主力尽丧。契丹乘虚兵逼开封，以致后晋国祚危在旦夕。大乱将起，南唐西属南汉、南楚，各国皆有使节的京师打探消息，勾连重臣，临时待变。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，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，诚恐五胡16国之祸再现于今日。谁求赵劝？臣在。边郡军情可有异动？南唐诸军未动，南汉、南楚诸军皆有北调之迹象。户部库藏如何？去年到今年，连续2个丰年，库藏充盈，用兵备载皆可无虑。袁相公，冬岁将至，又该遣使和天子争大了吧？正是。局势未待，臣愿意再走一遭汴梁。如此便以尚书右仆射、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事、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、水丘招劝、美贺征旦使出使京师。加一条，以检校司空、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副使。大王，如此危局，汴梁朝廷那里怕不是在搏命？局面危殆，朝廷那边在搏命。若真个如50年前一般天清了，孤也要搏命。水丘公此时北上，更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我吴越前世宗子，谁能置身事外？九郎。
孤明白与你说，此一去福祸难料，是要豁出性命的。敢去吗？启禀大王，这如许大的祸事，臣弟胆子小，不敢去。但久闻京师繁华盛景，所食所用，皆极尽奢华富贵，吴越偏鄙之地，不能及也。臣弟项目垂涎久矣，愿随水秋公前往京师一游，以慰平生。知道为何叫你去吗？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呗。这是阿爹当年在吴中做质子的时候，阿翁交给阿爹和众位叔伯的话。阿翁一共有38个儿子，国难当头，能挺身而出为他分忧的，却只有咱家阿爹一个。老人家当年说出这10个字来，可不是在夸赞阿爹，那是骂人呐。六哥，这我可从未知道，我哪敢骂各位哥哥呀？装糊涂！哎，其实我懂。六哥为一国之君，自然是去不得。七哥如今参知相府，是六哥的左膀右臂，那自然也去不得。那就只剩下我这个打鱼耍子的闲人，死了活了，于家于国皆无半分损益啊！那自然是我去最合适了。这些年进学读书，你也该长进些了。若非当年阿爹挺身而出，身当大任，阿翁又怎会放心将国家社稷托付于他老人家呀？六哥，你可莫与我说笑啊！此去京师，万事莫要自作主张。水丘昭全乃是气力重臣，又是内外有名的君子，一切事体听他安排便是。六哥放心，我虽荒唐惯了，国事上头啊，确实不敢胡做的。京师凶险，在杭州你是宗室子弟，在汴梁却没人让着你。凡事以全身为上，莫太任性。六哥放心，臣弟晓得了。北方战况不明，从莱州登陆之后，怕是后面的路便不好走了。郎君可是要受些委屈喽。世君，郎君，前面似乎有些不妥。啊！你看，黄龙社的战船啊！哈哈。是我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三哥！朝廷兵马虽多，可最为倚重的不过2支，一支是晋阳刘知远，一支是腋下杜重威。杜重威降了，刘知远独木难支，自保尚有余，进取则不足。眼下最麻烦的还是朝局，京上不比先帝呀。高祖皇帝虽说有儿皇帝之基，但毕竟也是当世一代豪雄啊。
统兵用事，御将用人，威望隆重啊！陈良，坐这一块吃吧。不要。你们3个人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坐在这儿也是无趣。看你们2位老哥这么多年不见面了，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，也不嫌烦恼。九郎啊，还是这般好玩性子。这如今也入了朝堂了，这些个军国之事，怕是由不得你不关心了。我家先祖遗训叫做势大。契丹铁骑再奢折强横，他总不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？中原之地，便是搅成了一锅烂糊粥，换上他20-30个朝廷，70-80位天子，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？梁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，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！汴梁城中，谁做天子，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，那天崩地裂，又与我等何干？三哥，你尝尝。九郎还是太年轻啊，小心思、小聪明是有的，涉世未深，见识浅薄。六郎是如何想的？该拜七郎来才是啊。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，该见识的总要见识，该承担的总要承担。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。你看，事情不太对呀。什么不对？北军南下，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。纵使轻骑迂回，也应该超游西边的兖州和冀州。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草谷的道理。三哥的意思是，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。契丹铁骑便是生了3头6臂，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去，反倒绕远路过来，将莱州烧为焦土？因为就不是他们烧的。走。骑马要用腿上的力道，加紧马腹。你抓着安环不管用。你闭嘴！你还是莫要骑了，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说了让你闭嘴！吁！摔伤了吗？你看，就算摔一跤也摔不坏的，啊，其实无妨的。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不要。哎呀，莫赌气了，你上我的马，我带着你走。我自己会走。你自己会走，汴梁还有那么远。走吧，我带你。你看，御马不能靠手，你得用双脚。马是极聪明的，你轻轻一碰，它便知道要做什么。你需要做的便是稳稳地坐在马背上。试一下，双腿夹紧，夹紧了吗？怎么样？稳了吗？
这些都是人骨。那个人在做什么？他太饿了。这。梁军，还是用一些的好。眼见入了冬，北方越走越冷，肚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，身子遭不住啊。再来一些。此番回去，我再也不用葡萄熬汤了。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，玉宦官是完全不管吗？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，从黄巢起乱到现在60-70年了吧？兵乱加上病患，年年都有人死在道左。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止了，这里又不是州县的治所，谁会理这些？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，是他们怕阻塞道路，妨碍过兵，这才清理到路边的。这么多尸身，是要出大事的。这北边来的人，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。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。疾病固然是可怕，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，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，能够患病而死，已经是大福了。唐军，你不喝一些吗？似是有贼人，警戒！使君、郎君，这边无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启禀使君、郎君，来了一伙子夜贼，身穿官军的服色，貌似在追杀什么人，一路逃一路追，见这边有火光，便撞了进来。将士们可有损伤？咱们人多，又有防备，阵型结得硬实，没有死人，伤了12个，重伤4个。贼人呢？贼人有马，没能全部留下，逃了11个，可留下活口。有2个轻伤，马腿斩断了，见走不脱，自枪了。哦，前面逃的3人，死了2人，还剩1人，身中3箭，背后挨了1刀，还有口气儿在，救吗？
河东军。贼人的尸首在哪里？林子里。带我们去看。请。他们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甲。很显然，他们不是契丹人。师君，这是从一个军校身上搜出来的。魏博牙校。番汉内外马步军孔目。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，字里可用距太原便有了，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。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，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收拾下东西，即可动身。此处不可久留。那个人呢？他伤太重了，走不了的。一旦受了风寒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龃龉，非我吴越偏帮所能预闻。这件事，咱们管不了。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？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？郎君，咱们马匹本来便少，再带上4个受伤的亲兵，便有4个督校要走路行军，那些都是咱自家兄弟，都体谅的。此人身份未明，为了他强令督校让出一匹马来，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的。谁要你们让马了？将我的马牵来，用我的马驮着他，我自家走路去汴梁。好了，收拾完了，动身吧。郎君，骑卑职的马了。从登岸到现在，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。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3年前这里萧索归萧索，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。郎君，江主，今日已经不热了，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。他何时能醒过来？确实不知。等到了京师，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，再好好诊治一番。接着睡。干好了。小人侍卫秦军下班之役杨光义参见大使。如何是你来接我们？快快请起，便是不必多礼。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，来迎接大使，一同入京。今时如今，形势如何？不大好，腋下的兵已经占据了丰丘，强锋直抵陈桥驿。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瓦乡2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。带队将官是谁？是张国军的张太尉。张彦泽，此人用兵一向有凶悍彪扬之名。北临丰丘，东掠东明，这是要从侧面迂回，截断京师南路。东明有多少兵？是谁在镇守？好叫这位贵人知道，东明虽然有2座寨子，但是没有多少兵马。要真打起来，也是一日间的事。东明一旦泄露，下一个必是陈留。小人进城路过陈留，陈留令跑了，城里已经乱了套，小人们没有进城，是绕城过来的。今时如今，是谁在主持防城大计？此事说起来尴尬。太尉和将军们推脱了1个多月，相公们也没个主张。
那冯令公呢？保令公是十几日之前回的京师，这太尉们排着队，又是金又是字画，想见他老人家，可是一个都没见到。每天只是在京中加班，兵上的事一律托给叔父，问都不带问的。那天子呢？回这位贵人的话，小人身份卑微，宫里的事不能知晓。只是听说前几日有几位黄门内官偷了一些金银细软，想逃出城外。冯令公下了一道军令，斩在了明德门外。得趁着陈留还没被封口，抓紧时机过去。天下大乱了，尘沙泛起，一团污糟烟尘里面，谁也不知躲着什么样的魑魅魍魉、洪水野兽。在吴越时，我总到六哥无情，这一路所闻所见，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。比起这中原的新天子，六哥可强太多了。怎么了？身子不爽利？那确实怎么了？你再不痛快，饭总不能不吃啊！特意给你拿的菜汤。我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确实不大一样。你说吴越如何便不会这样？大约是人不一样。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，又有什么不一样？吴越没有兵乱，也没这么冷。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，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，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。阿兄也是啊，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，怕是也要……功勋们各有各的心思，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。可这些跟梨树前手都没干系。农夫稼穑、与子营生，皆无碍的。平日里有辽浅渡修河堤，有营田司兴水利，没有流民，也没有乱兵。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百姓。你说的这些，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这里却见不到。你说的是啊，这都是极平常的，可在中原却都没有。姚光义，七叔，何事？能否向冯令公通禀？末将有下情禀告。某说了，令公不见，是私事。多谢七叔。令公，末将是为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
向令公请罪。你起使新都，是。又有身孕了。回令公，是。第4胎了吧？是。末将第一个自私早夭，没有续齿，长子名匡胤，现任殿前承旨，是为亲军步军第18指挥。次子名匡义，年方7岁，进学3年，末将内侍姓杜。2个月前又有喜脉了，若还是男丁，就是臣第3个儿子了。长子曰胤，次子曰义，三子曰美。末将待犬子谢令公赐名。不管是生男孩还是女孩，都叫美，杜子美的美。谨遵令公教诲。明日午时之前，将杜氏和赵匡胤送入老夫府中，你可安心。末将待何足老幼，谢令公知遇厚恩。安顿好家眷，便来中书门下取旨。侍卫亲军之事，老夫便托付于你。末将定不负令公所托。外间起雾了，看不清路，好自为之，不要自误。末将定不负令公所托。压境，京师居然不惜劣迹。人太多了，展瞬恐会生出乱子，需早做准备。这条路被堵住了，绕路吧。大爹，火太大了，这人手不够啊！你指挥的4个队，现在还能动吗？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。大将啊，你亲自去。我，那宫里着这么大的火，1十里以外都能看见，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你带着你的4个小队，接上去，看见杀人劫财的，当街剁了。还有，枪。那这儿有我呢，做好你的事情，这是军令。
备去遵命。来人，在。你抓个人过来问问，谁看见天子了？快去！反倒是谁？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？小郎不去杜玉身边伺候，却来扫洒家的晦气。说，看见天子了吗？到处都找不着关羽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官家你在何处啊？去，把内们去找，快点！陛下找到了！陛下找到了！快！火马！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。官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？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。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，泼洒完了之后，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。这是乱命，蒋平如何敢奉诏？蒋平说，官家是跪着求他的，说想死的体面些。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，一时心软，这便糊涂。天子欲弃天下，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？焉恕小人，还说什么心软？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？他自己怕了，不肯死了。令公明鉴。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，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末将领命，替犬子谢令公恩惠。所有车辆居左停靠，行人靠右，各自回家。大郎好威武！他娘的，出外差终于回来了啊！赶紧帮忙，兄弟们，辛苦了。把马车围起来。在下侍卫秦军马步军第18指挥赵匡胤，请足下一步下车。
是杨光义叫你来的。杨光义乃是我的结义兄弟，赵红英是你爹。你认得我爹？我要见令子。家父现在正在宫中，那我便去宫中见他。宫中戒备森严，家父虽是侍卫禁军管军，但也不能坏了规矩。现在都已经是什么鬼样子了，还讲个求规矩？啊！你受伤了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各位贵人吉祥，下官詹南。如今城里这几日是人心惶惶，传闻张彦泽的兵正沿着汴河过来。哎，这城里头倒也是有兵，但群龙无首，不知道是门神还是祸害。哎呀，就连下边的洒扫杂役啊，这几日也都一个个不见了踪影，还要劳烦各位贵人们自行安置啊。那日常肉蔬米麦一应供应，应该让寺里谋筹送进来吧？上官现在都没了，待明日下官去寺里砸开库藏，看看还有没有盈余的躺钱。只是如今这城里大乱，怕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。哎，等等，方才你说砸开库藏？是啊，库藏的钥匙在四成的手里。哎呀，7日前便跑了，权且只能先砸开，就是砸开以后，也未见得里边有银。银钱我们有，詹军可否代为采买？哟，小郎君有所不知啊，这城里的市集啊都歇了市，要是少买一些，还能挨家挨户的高价去求得。几百人的吃穿用度，却是不易为之。石秀大人莫看我，卑职只是一名武将，平时也没做过火头军，这类事情。还请跪上通禀，我要拜见冯令公。契丹主已到了腋下，桑相公专程来与令公讨个主张，如此大事都还没个章程。天子却又自家在宫里放了一把大火，时局危殆，令公需早做决断。什么主张？决断什么？官家靠不住，天下人皆仰赖令公的。要做天子的是杜重威，主张也好，决断也罢，该管他去要。杜重威阵前降敌，致使河北沦陷，局面崩坏。如此人品心术，何得以为人主？国乔御矣，何人为人主啊？说与老夫听听。令公，官家欲弃天下，此非令公之过也。改乱归正，以复大行皇帝统序，此其实也。三国桥，你走吧。令公，莫要等老夫骂出声来。王大进者，令公也。桑相公，大郎，你们2人候在此处，不要乱走。是。冯令公，赵红英到了。末将赵红英见过令公。
陛下如何？安置在自德殿，服了些汤水，已经睡下了。看顾得紧一些。诺。你还有事？人在哪里？省外后进。带他进来。令公怎么说？你带他进去吧。我带他进去。没错，令公命你为带御器械的中书门下侍卫指挥，堂札以下，自即日起，每日来此站班。来这儿？哎，启禀令公，卑职昨夜巡街，路遇此人，他声称元朗。卑职在。中书门下与你的堂札，你父交予你了吗？谢令公提拔。卑职乃河东节度使司藩汉马步军孔部官郭荣，拜见令公。你是郭文仲的儿子？正是。何时抵京的？昨夜晚间，与吴越国使臣一道。吴越使团。张太尉的兵占了华州，兵逼陈桥，卑职被迫绕道，却在途中遭腋下牙兵截杀。偶遇吴越使团，幸为其所救，才得以安然来京。吴越使团知晓了你的身份吗？不曾。卑职知道厉害，途中一路诈睡，不曾与他人言语。文仲自家读书少，调教儿子还算用心。小子不敢当令公谬赞。你担了天大的干系，一路波折，冒死入京，所谓何事啊？实在是卑职之罪，手下兄弟懈怠，连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晓得，还请大使韩寒责个。两个大男人看不住一个昏睡多日的病人，你这兔死扯我干嘛？人没了，终须得有个说法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，贵官不必挂念，此事本就怨不得贵上下啊。天子失德，河北沦丧，乾坤败坏，上下失序，乃至火焚宫禁，京师一日三惊，公卿贵庶皆不得安。令公数十年，背负天下人的期望，临危之际复向庙堂，此乃社稷之幸也。于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正该效仿武侯诸葛亮之风范，承先帝临终托付之重任，像伊尹、霍光那样行使权力，辅大统于征朔，扶皇七子石重瑞继承皇位大宝。诛奸佞，却北国，正朝纲。若有令公在京城主持政事，太原军民、刘令公以下，都愿意追随，甘为驱驰。你这一番话，是太原令公教你的，还是你父教你的？这是卑职昨夜入宫，巧遇宫中失火，京师大乱，这只是卑职的粗浅之见。小子好胆！令公，国事衰微，卑职不敢不直言以见令公。
幸好，是出自你自家的见识。此番话，若是出自太原令公，此刻你已人头落地。后生，你太嫩了。刘知远起自蓬蒿，久立祖武，什么没有见识过，什么没有经历过？他若是想当渔翁，不会如你这般直白难看。说实话吧。刘令公与家父命卑职向令公讨一句实话：天子还可不可使？今时还能不能守？不可视，不能守。刘令公问：大事如此，河东该何去何从？令公可有所思？他本是天下第一能等之人，等了一辈子了，还在乎多等这点日子吗？启开，你碍着我了。哎呀，你方才就没理我，到现在还生气呢。你是王子，我是伺候你的婢子，哪里敢生主家的气？我家婢子果然不同，连气性都冠绝东南，力压巫山。哎呀，莫要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你若是厌了我，不妨早点与我说，此番回转，我便跟我阿兄一起回岛上，守着我阿娘，好歹不用终日看别人脸色度日。好，此番回去，我就随你一起上岛，一辈子摸鱼捉虾，做个逍遥岛主，再也不用理会什么吴越，什么汴梁，也不用再看见那些两脚羊的烦心事了。那是我家的岛，凭什么你当岛主？那，你当。啊。哎呀，好了。今天不让你说话，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本来就是，好好的人弄丢了，问也不让问，说也不让说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人啊，是自己走掉的，自然不用问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人的身份很是古怪。杨光仪他们，在陈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起他了。水秋公和三哥心里都有数，只不过他们俩谁都没点破罢了。这中原的事情啊，诡异、邪门，少问些，便少担些干系。所以最终，大家都没有点破。你们所有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糊涂，还在这里瞎操心。郭某不过后生小子，胡言乱语。桑相公却是认真的。老夫倒宁愿这满朝文武公卿都如这胡言乱语的小子一般。这是时势，人力所不能移也。官家自家
都要弃了这天下，令公这有何苦呢？你也以为我是为了官家？难道不是吗？众人高歌劝进之时，令公怀抱幼子，闯出宫禁。如今众人皆曰当行废立，却又只有令公还在辛苦维持着他。老夫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不公平。不公平。当今陛下兵强马壮之时，众人恨不得尧之舜之。如今他众叛亲离了，你们又恨不得万方之罪，罪其他一人，好让你们这些忠臣良将换一个神主牌位，便能安心再享荣华富贵。如今眼见大难临头了，一个个又把朝廷社稷挂在嘴上，恨不得即刻一锁子绑了大晋天子，纳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人须有自知之明，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，但我知道有人能担，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。着火敲一晚上钟，今早又一直在敲钟，真的是有点烦了。吃饭。快去，把我的朝服拿出来。朝服？我自己去吧。不吃了。主公，天子训位至文。朕信赖先帝之灵，司守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懈。然治伐德薄，有亏甚道，不足以承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致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俯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元纪元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民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功，尽善于幼。一唐虞宋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。照领广土，抵随万国，用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伪劣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训位于右。
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上位，是外善还是内善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位，新君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，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？小郎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？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逊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？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。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军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是大，是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殿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叩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长老，我是大晋检校司空，我要面君。水球公要阻我吗？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九郎君，不要阻我！你是
谢过九郎君救命之恩，我与你同去。今日又闯下祸了，还有什么祸端能比京师着火更大？王令公有令，命我领2位去见皇上，省得有人跟无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。我也好奇，这好端端的京师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副鸟样？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常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哦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！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
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